灵动无法抑制心中的好奇，向小雕发问：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相信小雕在潭底与这个神秘的存在交过手的经历，应该能让他能够察觉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这是一个强大的元神。小雕的话语迅速地在灵动内心深处响起。元神，这是什么？灵动疑惑不解，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新的概念后，他的脸色立刻变了。他明白，如果一个人的力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有能力形成元神，而一旦成功形成元神，即使他们的肉体被摧毁，但只要元神依然存在，他们就有机会复活。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境界，只是他从小雕那里听到的。他没想到在琳琅天体内竟然存在着一道这样神秘的元神。之前我跟他在潭底打过一次，这个元神也相当脆弱，不需要太怕。而且在我看来，我在最强的时候，他即使有元神的肉体也无法与我相比。小雕的声音充满了骄傲，看来他在过去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灵动对此也没有再怀疑。你们的对决谁赢了呢？灵动淡淡的问道，心中稍稍松了口气。嘿嘿，被我打败的那个人，其实我和他的存在形态差不多，我是妖灵体，他是元神体，但我有10符，所以我在潭底压过他一筹。小雕得意洋洋地笑了。在深潭底部有一具远古神兽骨骸，据我猜测应是远古天鳄，这种生物在妖兽界非常强大，身上宝物满满，可惜骨骸太沉，涅槃境的强者都搬不动。好在我缠住那元神的时候，纯虎从中获取了一些天鳄血脉，对他修炼非常有帮助。灵动对远古天鳄有点陌生，但看小雕夸得这么厉害，这玩意儿估计不简单。小雕提到小妍得到了天鳄血脉，灵动松了口气，毕竟小妍陪了这么多年，他强大了，灵动心里也高兴。小雕还告诉灵动，他从天鳄身上得到了一样东西，适合灵动，等离开这里再给他。灵动表示情况还好，原本打算趁机杀了琳琅天，但没想到他们回得这么快。望着雨幕中的琳琅天，灵动略显遗憾。小雕解释说，要杀琳琅天并不容易，毕竟这是大炎王朝的地盘，杀了他对灵范交代不过去。等到百朝大战，有的是机会杀琳琅天。灵动缓缓地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平息了心中的杀气。当灵动和小雕交谈的同时，琳琅天所在的方向因为神秘元神牧师的返回而露出喜色。牧师，我需要你，无论如何也要将灵动那个混蛋斩杀。那家伙竟然敢将我圣灵坛的能量全都抢走，我今天不能让这口气就这么过去。琳琅天咬牙切齿地说道，我不是已经帮你布置了阵法吗？怎会如此？刚回来的牧师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惊讶，不知道那个小子用了什么手段，在瞬间破坏了阵法，还强行带走了我这边的圣灵坛能量。牧师，这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必须杀了他，否则日后必定麻烦无穷。琳琅天面色铁青，眼中充满杀意。不可！然而牧师对他的要求立刻拒绝了。为什么？闻言，琳琅天先是一愣，旋即发出不甘的吼声。这个小子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你和我联手，现在也可能无法将他斩杀。怎么可能？琳琅天身体一震，显得难以置信。那小子的体内也同样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存在。当我之前潜入潭底的时候，那个存在也跟了下来，并将我拦下。虽然我和他交过手，但并没占到便宜。牧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道：什么？听到这话，琳琅天的手都在不住地颤抖，他的眼中也充满了震惊的表情。他从没想过灵动的身体里竟然会像他一样存在着另一个强大的生命体。这也解释了灵动如何和造化武杯的悲魂建立联系，并获得那最强的造化武学。看来那个神秘存在在背地里帮助他。牧师，你是不是也不是那个小子体内神秘存在的对手？琳琅天脱口而出，因为他深知牧师的强大。我和那神秘存在的交手时间很短，他的实力不差，但现在的我实力不及全盛时期的一半。如果能恢复一些，倒不是不能对付他。等到百朝大战时，我会带你去找宝藏，我能够恢复一些力量。那时，我能确保你在百朝大战中有一席之地。牧师冷笑道：那我现在就这么算了吗？我的圣灵坛能量已经被那个混蛋全部抽走了。琳琅天表情变化不定，极度不甘地说，似乎他只有将这个损失往肚子里咽。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忍，即使我们现在动手也没有把握，反而会暴露我的存在，对你没有好处。想成为真正的强者，需要经历种种困难。牧师的声音充满了冷酷。琳琅天双拳紧握，眼中闪烁着杀意。良久，他深呼吸一口气，低声说：好，不要着急，这里的圣灵坛虽有奇效，但进入到远古战场后，我必能让你蜕变成真正的强者。那里的资源比起大炎王朝要丰富上百倍，何必太在意这些小问题？等那个时候杀掉灵动若反掌。另外，我也在想，他体内那个神秘的存在究竟是什么？看到琳琅天压住了心中的杀意，牧师点了点头，声音稍微缓和，但最后一句话还是带着一些寒意。他之前在潭底和那神秘存在交手，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还差点损了元神，这让他很生气。
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琳琅天勉强的点头，知道他今天的表现再怎么样都挽回不了面子了。他得到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他无法想象2年前在他面前连他的气息都无法与之抗衡的灵动，现在怎么会拥有这样的实力和底牌。琳琅天体内那个神秘的存在对他帮助很大，但他没想到，在他看来曾经小如蝼蚁的灵动体内竟然有一个连牧师都要忌惮的存在。他对这个消息感到难以接受和嫉妒，一个来自下层家族的普通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存在来守护他？而此刻无论他有多么的不甘愿，他也只能慢慢的沉在水面，低头看着清澈的水面，面色变得煞白。此时天空的雨也开始下落，莫林一伙的3人也放慢了动作，有些困惑的看向琳琅天和灵动。在之前，琳琅天和灵动都突然停止了动作，琳琅天甚至收起了自己身上的力量波动，停止了攻击。琳琅天不打算抢夺圣灵坛的能量了吗？莫林他们3人都对琳琅天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琳琅天不是那种能够低头的人，一般情况下这琳琅天应该会和灵动展开一场震惊天地的战斗才对，但此刻的情景却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看来他现在对灵动有些忌惮了。莫林观察得很细微，抬眼看向灵动的方向，发现他也慢慢降落到水面上，脸上的表情平静，看不出他在想什么。这个灵动比他表面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莫林心里闪过这样的想法，灵动给他的惊讶太多了，有时他甚至无法相信一个只是林氏宗族分家的普通人怎么会如此出色。在圣灵坛上，灵动和琳琅天的停战让气氛变得异常安静。莫林和其他2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缓缓地落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他们都对周围保持了警惕。看到这样的情况，灵动笑了笑，看向琳琅天的方向，心想琳琅天体内的存在可能知道了他的一些秘密，这让琳琅天变得十分忌惮，不敢轻举妄动。对于琳琅天的停手，灵动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现在已经抢夺了琳琅天的圣灵坛能量，既然琳琅天不打算再抢回去，他就可以尽情享用了。想到这里，灵动也坐下来，挥手一下，脚下的黑洞迅速涌出了一股翠绿色的奇特能量，源源不断地灌入他的体内。这些能量就是他刚从琳琅天那里抢来的。在北方，琳琅天看着被翠绿色能量包围的灵动，面露怒色，面色苍白，双拳紧握。但是由于体内的牧师，他也不敢再动手，只能眼睁睁看着灵动吸收并炼化他的圣灵坛能量。而此时，他也知道这一次的圣灵坛之行，他真的是白来了。在神秘的圣灵坛上，灵动坐在东侧，静静吸收着潭水中涌动的浓烈翠绿能量。这股能量已凝聚了20年，雄浑异常。而且灵动还夺取了琳琅天的份额，让他占有的潭水更加引人瞩目。莫林3人虽然心生羡慕，但他们并没有妄动。与灵动无恩怨，他们不至于因为这些能量而与灵动起冲突，这种行为显然太过愚蠢。莫林3人羡慕了一会儿后，也各自盘坐，紧张地吸收他们区域的圣灵坛能量。氛围变得有些古怪，4人都在拼命吸收能量，唯有琳琅天脸色苍白地坐在北侧，望着潭水深处，脸上抽搐不已。最终他深吸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盘坐修炼。他不敢再看向灵动，担心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既然如此，还是闭上眼睛吧。对于琳琅天的举动，灵动只是随意瞥了一眼，就将视线收回，专心凝聚心神。现在小雕回来，他无需时刻关注琳琅天了。小雕的声音在灵动心中响起：你先吸收这些圣灵坛的能量，对日后冲击涅槃境至关重要。至于琳琅天，我会留意着。不过我觉得那家伙现在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了。灵动微微点头，没有多言，心神一动，黑洞下传来浓烈吞噬之力，一道道翠绿能量以可见的速度涌向他的体内。随着灵动强势的吞噬，他的皮肤竟然透露出一抹隐隐的青意，如同神秘的纹路在皮肤下形成奇异的图案，显得极为神奇。他的吞噬让潭水下方缓慢淡化，明显是那些圣灵坛能量被他如同无底洞一般的身体吸入其中。时间在安静的圣灵坛上飞逝，转瞬间近半日已过。莫林3人从修炼中醒来，双眼中闪烁着忧虑之光，显然在这次圣灵坛之行中获得了不小的收获。他们先看向北方，发现琳琅天仍在闭目修炼，但从身下涟漪不断的水面来看，他的内心并不如表面那般平静。这个倒霉的家伙！莫林3人相互对视，心情有些古怪，一种欲笑而无法笑出的感觉涌上心头。这种事在近几届的选拔中几乎闻所未闻，确实极为罕见。在心情复杂之际，他们的目光转向灵动所在的方向，眼前景象让他们愣住。水面上出现了一个翠绿色的光点，表面上波浪涌动的圣灵坛能量让他们羡慕不已。这些能量珍稀而难得，凝聚起来需要长达20年，3人各得1份，而灵动却独占2份，这实在令人嫉妒。咔嚓，在他们的注视下，翠绿色的光茧裂开，裂纹迅速扩大，最终光茧炸裂，释放出浓烈的绿色光芒。灵动再度出现在莫林3人的视线中，他的全身都被蒙蒙绿色气雾所包裹，一种强大的气息也随之缓缓散发出来。灵动猛然睁开眼睛，2道碧绿色的光芒立刻射出，打在前方的湖水上，形成水幕。随后他张开口，
一股强大的吸力让他将身边的绿色器物和光芒全部吸入体内。随着这些能量的吸收，一股强大的能量波纹立刻爆发出来，湖面上的平静被打破，无数的水柱轰然爆起。莫林他们3个人惊异地看着站起来的灵动，他们都能感觉到灵动的气息有所提升，虽然并没有达到突破的程度，但比起刚刚进入圣灵坛时显然强大了许多。以这种速度，估计很快他就能达到造化境大成的境界了。看到灵动的变化，琳琅天也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气息有所提升的灵动，眼神中流露出阴沉的光芒。然而经过半天的调整，他的心态也已经稳定下来，所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失态。莫林他们3个人移动身形，出现在灵动的区域，笑着对灵动表示祝贺，而灵动也微笑着回应他们，表示他们也收获不少，说不定将来进入涅槃境的成功率也会有所提升。莫林叹了口气，表示进入涅槃境并不那么容易，即使有了圣灵坛的能量，失败的可能性也远大于成功。灵动点头表示同意，他觉得如果真的那么容易进入涅槃境，大炎王朝就不会只有那么几个人了。但他也承认，这次圣灵坛之旅他确实收获颇丰，他可以清楚地感应到他的身体深处有着一些奇特的能量涌动，这些能量或许对他日后的涅槃境突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4个人说话的时候，琳琅天冷冷地站了起来，抬头看向半空中，一个能量漩涡出现在了他们的眼中，看来是该离开这里的时候了。对于这个地方，琳琅天显然没有任何留恋，所以一见到漩涡出现，他就立即起身向上飞去。随着灵动等人的迅速离去，圣灵坛重新陷入寂静，等待着下一次20年后的开启。在大炎王朝的皇宫深处，祭坛周围光圈涌动，灵动等5人从中爆掠而出，落在祭坛周围。莫惊天松了口气，关闭祭坛，光圈逐渐消散。他祝贺5人顺利离开圣灵坛，给予最后的帮助，希望对日后有所注意。然而莫惊天忽然注意到灵动身上的圣灵坛能量比其他4人强大许多，引起诧异。他的目光又转向琳琅天，惊讶地发现琳琅天身上竟然没有一点圣灵坛能量波动。莫惊天颇有见识，猜到了其中端倪，目光转向莫林，发现莫林身上的圣灵坛波动并不微弱，他松了口气，随即雄浑的声音在灵动等人耳中响起，血液渐渐沸腾。距离百朝大战还有10天的时间，10天后你们将会离开大炎王朝，直接传送去远古战场参加百朝大战。各位，在进入远古战场后，你们将会失去我们大炎王朝的所有帮助，一切都要依靠你们自己，收敛你们在大炎王朝时的傲气，因为在那里你们只是最为普通的参赛者。在那片大地上，你们能够混到何种地步，将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在大炎王朝等待着你们名声传遍的那一天，那时候你们将会成为大炎王朝最耀眼的明珠，整个王朝都将因为你们而骄傲。随着圣灵坛之行的结束，灵动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吸收了丰富的圣灵坛能量，为未来冲击涅槃境奠定了强大基础。相比之下，琳琅天则空手而归，原本计划强夺灵动的能量，结果适得其反，最终连体内的存在都显得有些无能为力。这次行动对于琳琅天的打击可谓不小。然而灵动并不在乎琳琅天的心情，对他而言，夺取圣灵坛能量只是小小的报复。如果不是因为还在大炎王朝，他所取得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些能量而已。结束圣灵坛之行后，他直接跟随灵范回到庭院。对于琳琅天发现小雕的存在，他并不担心。在大炎王朝，即便灵范知晓这一点，也不会有其他念头，反而会因灵动有特殊手段而感到欣喜。琳琅天在回去的路上阴沉着脸，毫不开口，身上弥漫的阴寒气息让人明白他的心情极为不好。灵范看了一眼灵动，若有所思，感受到他体内的浓郁圣灵坛能量，猜测2人在坛中交手，而且很可能是灵动占据了上风。莫惊天感知到灵动体内的圣灵坛能量异常浓郁，也暗中为之摇头。对于灵范而言，他不会为了一个人而打压另一个人，2人的恩怨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灵范只能暗中默默观察，不愿插手这2位涅槃境强者之间的纷争。回到府邸，灵动释放出小炎，却见他瞬间膨胀成巨大形态，发出低沉吼声，使得庭院震动不已。灵动诧异地看着小炎，此时的他身体更为鲜艳，如同燃烧的火焰，爪刃锋利。而最让灵动惊异的是，小炎的芒尾隐藏在鳞甲之下，传出一种蜕变的波动，让人摸不透未来的变化。这独特感觉令灵动惊愕，因为小炎的芒尾仅是小雕的一部分，怎么可能有蜕变的迹象？小雕解释说，芒尾在进化，将成为强大的攻击手段。灵动感叹小炎的进化之路，原本只是一头普通的活芒虎，竟然能达到如此巅峰。小雕淡定地指出，小炎拥有变异体质，加上灵动的陪伴与机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他预见小炎未来将继续强大成长。灵动则听说过妖兽界中因变异而成为超级强者的故事，其中甚至有一头风暴变异成霸主的传说。灵动为之一惊，大千世界奇迹无限。这次咸鱼翻身的变异，使他对小炎的未来产生了更多期待。
不禁好奇起小妍的蜕变之路。变异妖兽的进化可能虽难，但也充满无数的可能性。没人知道他们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我并不期待小妍能变得像那位绝世霸主那么强大，但应该也不会太差。等我们进入远古战场后，就得找机会让小妍获取一些强大妖兽的血脉。小雕笑着说道。灵动点了点头，他已经将小妍看作是他身边不可或缺的伙伴，而非宠物。他决定等进入远古战场后，一定会找到办法提升小妍的实力。你还有10天的时间，10天后你就要进入远古战场参加百朝大战了。那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道路，战场上到处都是杀戮，大自然的法则在那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你现在在大炎王朝年轻一辈中的实力算是很高，但在远古战场上你也只能算是平平常常。小雕坐在小妍的头上，眼神凝重地看着灵动，慎重地说道。灵动点点头，这样的警告他已经听了很多次。他并没有因为可能的身份转变而感到沮丧，他相信那些强过他的天才并非天赋上超越他，而更多的可能是资源上的优势。东玄域地大物博，王朝如繁星般无数，大炎王朝只是其中一个并不起眼的王朝而已。在这个王朝内，像莫惊天这样刚度过涅槃劫的人已算是顶级强者，可如果放在一些真正强大的王朝中，他们可能也只能算是一流而已，没可能成为顶尖。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距。那些大王朝拥有的资源远超过大炎王朝，他们的天才自然能够成就更高，而这些天才在对上小王朝的天才时，自然会呈现出碾压的局面。这算不上什么公平不公平，世间本就是如此。在远古战场上，除非你成功进入到涅槃境，否则应该尽量保持低调。只有进入涅槃境，你才能有资格使用那里的资源，否则你就只是其他人眼中的蝼蚁。小雕严肃地说道。你要记住，百朝大战并不是什么种子选拔赛，那里的生存法则是残酷无情的。弱小的人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在强者眼中不过是蝼蚁而已。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灵动深吸一口气，坚定地说，我曾经是一只蝼蚁，但我要成为真正的强者。无论百朝大战有多残酷，我都会崭露头角。只要我变得强大，那么我父亲他们就会安全无虞。你的雄心壮志的确不小，但这不是靠口头说出来就能实现的。你还有10天时间，应该抓紧行动，尽快提升你的战斗力，这样才能避免一进入百朝大战就遇到强大的敌人，被一锅端了。小雕笑道。10天能提升多少实力呢？灵动无奈地摇头，然后突然想起来，你不是说从圣灵坛里得到了什么吗？听到这，小雕笑着招呼小妍，小妍张开大嘴，一道灰色的光芒飞出，化为一截差不多1丈长的骨质物品。灵动看着小雕手中的这个东西，诧异不已。那看起来像是一柄古朴的骨矛，虽然并不显得特别精致，但灰白的毛尖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寒意。在这寒意的作用下，他全身的皮肤都不自主地紧绷起来，仿佛能感受到一种极为强烈的威胁。灵动确信，如果自己猝不及防，那骨矛肯定能轻易地洞穿他的身体，哪怕他的肉体再强韧。他有些含糊地问道，这是灵宝？小雕笑着淡淡地回答，更准确地说，这是远古天鳄用自身骨骼炼制的本命灵宝。听到小雕的解释，灵动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妖兽也会炼制灵宝？小雕撇了撇嘴，普通的妖兽是无法做到的，但远古天鳄不是普通的妖兽，它在生前一定是非常强大的存在，所以炼制灵宝并不是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尽管小雕看起来有些不屑，但是灵动却并不介意，他的目光好奇地落在那根看起来像骨头的古朴长矛上。随着他实力的增强，现有的天灵骨脊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要，而这根骨矛的出现却弥补了这个问题。这根骨矛散发出的波动让灵动知道，这个东西的力量绝对不会比地阶灵宝差，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过了天灵骨脊。小雕一挥手，将骨矛扔向灵动。灵动火热的目光中闪烁着兴奋，他伸出手接住了骨矛，但是当他抓住骨矛的那一刻，他的整个手臂都沉了下去。这看起来轻如鸿毛的骨矛，重量却不亚于巨石，连他都觉得手臂有些吃力。好枪！灵动赞叹一声，他仔细观察这柄骨枪，发现在枪柄的表面有一些细小的血线蔓延开来，仿佛把整个枪身都包围了起来。被血线围绕的枪身看上去就像是有血脉一样，十分奇异。此外，这些血线看起来像是在慢慢的流动，伴随着这种流动，仿佛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气息在散发开来，使得这把枪看起来更加的古朴。这骨枪是从远古天鳄的体内炼制而来的，而且这把枪在天鳄的妖灵消散的时候也保留了一些妖灵的痕迹。如果你能把这把枪炼化掉，可能还能召唤出远古天鳄的妖灵来帮你战斗。小雕淡淡的说道。能召唤远古天鳄的妖灵？灵动听说这个，心中不禁有些激动。这把看起来并不华丽的骨枪竟然有这样强大的能力。当然，召唤妖灵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用血祭献。的确，小雕说道。用我的血？灵动愣了一下，这样做似乎有些得不偿失。你的血？
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小雕翻了个白眼，并不认同灵动的说法。召唤天鳄妖灵需要一些强大妖兽的精血，这种强大甚至超过了你体内的远古龙元。小雕补充说道。听到小雕的话，灵动有些愕然。他意识到，要找到比远古龙元更强大的精血，就必须达到涅槃境的层次。他在哪里能找到这么珍贵的精血呢？这使得他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原本以为能够利用这柄天鳄骨枪再创一种强大的杀手锏呢。事实上，你身上有一种精血可以满足条件。小雕看着灵动失望的样子，突然说道：“是吗？”灵动愣住，看着小雕，他想了半天，但是仍然没能想出他身上有哪种精血可以满足条件。你的天灵骨脊里面有一种龙之精血，虽然不算纯粹，但是如果用来血祭，应该可以召唤出天鳄妖灵来帮你战斗。小雕指着灵动的乾坤袋说道：“天灵骨脊。”一听这话，灵动恍然大悟。的确，天灵骨脊中确实含有一种稀薄的龙之精血，尽管这精血的来源并不是真正的龙，但是只要和龙字有些关联，就足以在妖兽界里霸气无比。如果用这种精血来血祭，可能真的能召唤出远古天鳄的妖灵。你可以放心，天鳄骨枪已经足够强大，再加上你有血灵魁保护，哪怕面对涅槃境的强者，你也能安然无恙。当然，如果真到了必须召唤远古天鳄妖灵的地步，那就说明你遇到了生死危机。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用一件天灵骨脊去换一条命，是多么值得。小雕淡淡的说道。听到小雕的话，灵动不由得苦笑起来。的确，与性命相比，损失一柄天灵骨脊真的算不了什么。你先将这柄天鳄骨枪炼化，可能会有些困难，毕竟这柄枪中含有远古天鳄的妖灵痕迹。但如果你能在进入远古战场之前成功炼化它，那么你的保命手段就会增加一些。小雕淡淡的说道。灵动微微点头，他知道时间紧迫，于是直接坐在床榻上盘膝而坐。他深吸一口气，双掌打开，天鳄骨枪随即缓缓飘起，悬浮在他的面前。一股强烈的源自古代的气息从枪身中散发出来，仿佛马上就要传出一声低沉古老的吼声。灵动盯着天鳄骨枪，然后慢慢闭上眼睛。他的精神力如潮水般涌出，快速凝聚在面前。强大的精神力像是燃烧的火焰，由他驱使精神之火升腾起来。去吧！灵动一指，精神之火瞬间包裹住了天鳄骨枪，骨枪被烈火烧得嗤嗤作响，枪身里的血线闪烁，仿佛刚被点燃的火花。短时间内，似乎这骨枪都仿佛活过来了。但一股强大的波动从骨枪中席卷而出，瞬间将精神之火震退，骨枪震颤，仿佛想要挣脱束缚，逃脱而去。哼，你生前虽然强大，但现在已经不过是一堆骨头，再怎么强大也抵挡不住我。灵动眼神里闪过一丝冷意，心神一动，强大的精神力立刻笼罩了整个房间，然后化为密密麻麻的精神丝线，紧密地围绕在天鳄骨枪上，制止了其挣扎。看到这一幕，灵动再度改变了手印，精神之火也明显的强烈了许多，然后再次将天鳄骨枪完全包裹在内。与此同时，天鳄骨枪似乎也感受到精神之火的煅烧，这时枪内燃起了一声尖锐的叫声，一丝丝血雾从枪身内渗透出来，凝聚成一头小型的天鳄，在精神之火中疯狂地挣扎，仿佛要从火焰中挣脱出来，对着灵动发起反击。灵动却并不慌乱，他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毕竟，尽管天鳄骨枪确实很强大，但他始终没有接受过任何封神的加持，面对灵动源源不断的煅烧，他必然会坚持不住。带着这样的决心，灵动缓缓闭上眼睛，精神力源源不断的涌出，化为精神之火，一次次轮番烧炼天鳄骨枪。就这样，他一练就是整整5天。如灵动所料的那样，天鳄骨枪上升腾的凶戾之气在这5天中一点点被去除，到了最后，甚至连那小型的天鳄都消散了，化为一些血雾，缩回了枪身之中。最后，骨枪也不再挣扎，看起来5天不停的煅烧已经完全炼化了枪内远古天鳄的凶戾之气。当天鳄骨枪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灵动也睁开了已经闭上5天的眼睛，咬破舌尖，一道精血从其中喷射而出，直接喷在天鳄骨枪上。然后在精神之火的煅烧下，精血化为了一条条血痕，温温地融入了天鳄骨枪中。血痕在慢慢形成的时候，也开始缓缓蠕动，最后以一个龟速融合在了一起，竟然形成了一个看似用鲜血构成的烙印。当这个烙印出现的一刹那，灵动终于感到了一种与天鳄骨枪的深切连接。他知道自己终于真正的掌控了这把天鳄骨枪。通过这几天不懈的努力，灵动成功的炼化了这地接灵宝，为自己的实力再添一份有力的底蕴。